嗨，我是老板。最近蛮多粉丝跟我分享去联谊的好玩的事情欸，然后没联谊过的人，这集你可以听听有去过的人怎么说，联谊时可能会有什么好玩的。喜欢联谊的人，你也可以看看有些行为你可能要多注意一下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联谊里面会有中央空调男女，有粉丝跟我说，他第一次去联谊的时候，因为是觉得可以交朋友很棒，然后就算没有配对成功，还是可以交到一些不同的异性朋友，也蛮好的。然后他后来就去了几个不同的联谊，就发现里面好多中央空调男女哦，所以其实也不是职场才有，到处都有啊。而且他说是男的女的都有，例如他看过有个男的，他会去跟所有的女生要赖，什么意思啊？然后跟每个女生都没有保持距离，都一副好像就是要搞暧昧的样子，在他的行为肢体上这样，然后你完全看不出来他的目标是谁，因为联谊里面有时候会很明显，就是他就是想追他，然后他就是喜欢他，可他说那个男生完全看不出来他到底喜欢谁，他每个女生他都 OK 这样，跟每个女生都要赖，都有点要暧昧的感觉，所以他觉得还蛮中央空调的感觉，好像要乱枪打鸟啦。他很帅吗？正常吧，我觉得他也没有特别说他很帅，不行，因为很帅的人其实也不用去联谊。对哦，好像也是哦。对啊，那联谊是都是长得很也没有，可能就是正常啊。因为真正的帅哥美女，他就机会非常的多，他不需要再特别去联谊里面挑。而且如果帅哥美女在联谊里面，大家都那一个就够了，其他人还要玩吗？哦，对哦，对呀，有时候要去联谊，很多人还会排除职场上的帅哥美女，不要找他，找他大家都不要玩，找他来，我们其他人就不用玩了。你先不要来，先不要啊，他也不缺。对啊，帅哥美女也不是真的那么多嘛，极少数嘛，所以中央空调要小心。你先要看谁上钩。对，他好像去大放送，然后看谁中嘛，对不对？谁被他撩到？讨厌。我是觉得，如果你私底下这样就算了，可是我们是等于眼睛看到你在联谊的场子这样，那有时候那好感度就没了。你如果赖要一要，然后你私底下每个都约，每个都搞暧昧，其实没有人知道嘛。那你就看追到谁就谁嘛。可是你是在现场就这样搞的，好扯哦。对啊，那有时候就会觉得，好像你没有一定要我嘛。这个人就先撇掉。对，你好像谁都很好，就有点像你之前讲太缺的感觉，对，太急了的感觉。都可以。对，那你就找别人吧。你好像看每个人都可以上钩的感觉。那我是可以理解为什么男生这样，因为他们就是觉得不一定拔到嘛。那样本数多一点，有机会啊，他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这样子。只是手法有点粗糙啦。我是觉得你不要在现场就这么明白的展露出来，你可以私底下约出来，再每个好好的去暧昧这样。每个，因为我可以理解男生就是想要每个都追看，不然我只锁定一个，这个追不到就没啦。那我就每个都先暧昧起来啊。就样本数的问题、几率的问题啊。好，第二点是不要太小气。粉丝说有场联谊5男5女哦，他们一起去一个活动，然后进去那个会场就是要买门票20元，然后有一个男生就先拿出200帮大家都付掉了，然后进去园区之后他就跟大家说，现在要跟每个人收20，然后他自己是男生，他说他觉得这个人这样好小气哦，如果是学生联谊就算了，可是大家都是30几岁快40的上班族男女，他觉得200元真的还好。然后等一下如果大家要买饮料，每个人都要买水什么，他也会变成出来帮大家买，然后也不会再跟大家说一个人30哦什么的。他觉得1000块以内的小钱就不要计较了吧。他说这个男的在联谊的一开头就这样，应该没搞头了，会吗？我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，就是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们一群人去澎湖玩，然后也是去联谊。后来呢，大家都租车嘛，通常不都是男生载女生嘛？一对，男生载女生这样。他那个男生不会骑车，没有驾照，他不会骑机车，所以就变成是女生载男生。他那一组特别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后来那个骑车的钱也是 AA。我觉得给女生载这个倒还好啦，就谁会谁骑也没什么。结果后来真相是，那个男生他只会开车，然后家里很有钱，他爸妈很照顾他，所以才会接触不到机车。他骑机车。我是觉得男生不会骑很正常，因为很多台北男生不会骑啊，可我们南部女生会骑啊，有时候会这样啊。所以你也可以接受联谊，然后你载的男生好帅啊！来上晒衣服，我没关系啊，就是南部女生一定会骑，因为没有机车的也没有驾。可是你认识台北男生，他可能还没有驾照，尤其在以前大学18、19岁的时候，他可能还不会。可是我们已经熟练到不行，因为我们每天都要骑啊。可是台北男生下来南部念大学，他可能才刚要去考驾照，因为他到了南部才需要机车的。他在台北都捷运啊，他不需要啊，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啦，就每个人的人生旅程不同。而且像你刚刚讲，他会开车，可是因为他不需要骑到机车，所以大家就用自己的世界去想说，好像不会骑机车就很逊什么。我觉得这没有什么，而且也不要太男女框架。所以女的不会很正常，男的不会就怎样。这个就是男女性别框架。然后至于要不要 AA， 这个就自己开心就好。可是你看男生就会取消他，对，他就是被框架出来了。对，这就是性别框架。那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要倡导，就是不要再被这种框架框住了，不然男生女生都不好受嘛。那我觉得其实刚刚的20元那个其实很正常他先出，然后他再跟大家要。他本来就使用者付费啊，所以你觉得跟大家要也很正常，给他也没关系啊。我是觉得他可能没想那么多，他刚可能想说他排第一个，他就先拿200出来买一买，付一付，大家比较方便。然后进园区之后，他也是想说那就跟大家收一收。我是觉得他就只是觉得
刚刚这样付掉比较快，所以我现在就跟大家收。对。可是很多人就以为，他刚这样好有面子哦，然后一进去就跟大家说，就觉得他怎么了？他们就开始觉得这个男生这样子，他等一下完了，他跟大家要这20的，他要完蛋了。这好像也是一种性别框架。我是觉得他确实没有义务要帮大家付啦，他还跟大家要也合理，也没有不对。但我会觉得，如果这样好，你干脆一开始就不要付，就大家20给柜台付掉算了呗。他也可以再提早一点先收啊，不要一定要在门口。我是觉得如果以择偶的立场来观察他，我会担心他不懂人情世故。比较直。我没有觉得你这样不对，但我会觉得你好像老老实实，然后直线思考。你没有考虑人情世故这件事情，我怕你可能不太会做人。如果以择偶来讲，我会想说，要再观察一下，这样子。对，你就是觉得说我先付，然后再跟大家收。可是可能大家成年人30-40岁会觉得200块我付掉，大家不用麻烦啦。那你是不是比较不懂这个？那不懂这个也不是不好，可是我就怕你太老实，在社会上的很多面向可能会有点阻碍或吃亏。那如果是择偶，我会有点担心。好，第3点，明明有女友还出来联谊认识新女生，这是我一个朋友的真实案例哦。这个男生明明就有稳交的女友，然后他还是积极去参与各种的联谊，去把里面的女生，他女友也不知道他都这样搞哦。然后联谊的女生会很直觉的认为，会来联谊就是单身想找伴啊，没有想过说这里面会有已经有稳交的女友的男生。你真的是不会有防备因为你一般人可能夜店认识的还是朋友介绍，你可能还会防备。对，你联谊你真的是会觉得大家就是单身男女来交朋友的好扯，反而给他一个很好的保护伞。这是一招光明正大招小三，而且你可以合理去搭讪，因为你平常路边搭讪，大家会觉得你很怪。联谊里面本来就是要去搭讪的，不然呢？因为大家就是来这边认识男女的，所以会很开放心胸啊，所以制造一个很好的场地给他。烂呢，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，不知道怎么形容他。后来更扯哦，他同时把这个联谊场里面的2个女生，他追 A 女也追 B 女，他完全没想到这场联谊这些女生其实也有互相认识加赖起来联络。然后因为女生也会互相欣赏啊，就变朋友。后来是女生自己几个人出去喝咖啡，然后就聊到说，上次那场联谊大家有没有配对成功？然后你们后来有跟谁在一起吗？才发现，等一下我们跟同一个人在一起，好可怕！我的男友是同一个人，好恶心，这好尴尬那当下这还要先算，那你是几月跟他在一起？下巴可能会先掉下来。对。这很尴尬，还要拿照片，他吗？是他吗？天哪！对，就是他。我也有跟他的照片。那他昨天是跟谁在一起？好尴尬。然后他们真的是超级傻眼的，才知道这个男的真的很渣然后呢，他们2个就在想说，到底谁才是正牌女友？最后是真正的正牌女友，他们还不是都正牌吗？跑出来联络他们说，我才是，你们2个都是小三。然后才知道，哇靠，我们都不是正牌的，好扯！他是有女友的情况下来跟我们联谊在一起的。对啊，气死了！为什么有女友还来联谊啦？很坏所以这集要改名叫联谊鬼故事，超可怕。中央空调真的不算什么，这种才是最可怕的。所以大家还是要有点心防我觉得这个蛮难防的，我觉得这个很难。知道啊，因为刚交往你还没有深入彼此的生活，他有心骗你，其实很难防备。对啊，你要怎么防备？你没办法啊。手机也要防，也很好防啊。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太难过，就赶快离开他，赶快换下一个啦。之前我们也拍过有关联谊的影片，是这集男生赚多少很重要吗？大家也可以复习一下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